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在数位摄影几乎取代类比摄影的时代，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回过头去玩底片相机。在我最热衷于拍摄底片的那几年，我最喜欢的底片既不是柯达，也不是富士，而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彩色负片系列 Fellania Solaris。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仿佛笼罩在南欧烈日下的温暖色彩。比较可惜的是，这款底片大约在2010年前后就已经停止生产，我自己手边的库存也所剩无几。这次收到 Skyline 的邀请，来试用他们旗下的 AI 修图软体 Lumina Neo。在我初步使用过之后，发现它有一些传统修图软体比较少见的功能，相当适合用来模拟底片的调性。就让我们来利用 Lumina Neo， 尝试复刻 Solaris 这款绝版底片的独特氛围吧。与现在市场上各种来路不明的贴牌底片不同， Fellania 是一家源自意大利、货真价实的老牌底片制造商。品牌的工业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 SIPE， 这是一家生产火药、硝化纤维等军工化学材料的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SIPE 与当时欧洲的影像巨头法国百代兄弟合资，成立了 FILM。他们将原有的硝化纤维与化学技术转向民用，开始投入赛璐珞与感光材料的生产。而这家工厂的位置就坐落在意大利西北部一个叫做费拉尼亚的小村庄。由于我并没有机会体验新鲜的 Solaris， 所以接下来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我自己拍摄的过期片之上，因此可能会与实际的表现有所差异。我会从3个面向来观察 Solaris 的影像调性，分别是色彩表现、明暗阶调以及画面的质地。不同于柯达那种干爽的金黄色泽， Solaris 所呈现的是一种仿佛能够感受到空气湿度的闷热气息。在色彩表现上，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色温偏暖，色调则微微偏绿。红色与黄色的表现浓郁饱满，但天空的蓝色是带着内敛，甚至微微偏向绿松石的复古风格。在明暗阶调部分，亮部与暗部的对比鲜明，中间调则相对平缓，有着相当戏剧性的分离度。尤其在最接近高光时会迅速受到压缩，形成一种像是隔着隔热玻璃拍摄，带有一点压抑的光线质感。暗部宽容度并不高，当曝光低于某个程度之后，细节会融化成一片深色区域。最后是画面的质地，由于我拍摄的过期底片保存状况各有不同，在颗粒的形态上也有很大的区别。不过综合来看，在曝光充足的区域，颗粒通常较为细腻。进入暗部之后，颗粒则会变得更加粗糙明显。这种随着曝光不足而加剧的颗粒感，属于相当典型的鹰眼表现。Lumina Neo 跟 Adobe 系列最大的区隔在于买断的商业模式，同时也能够作为插件整合进 LR 与 PS 中使用。如果你不想支出太多预算在每个月的软体授权上， Lumina Neo 会是一个相当值得考虑的选项。Lumina Neo 的界面相当简洁，任何使用过修图软体的人应该都能立刻上手。在目录的栏位，除了基本的资料夹管理之外，右手边还有多种现在流行的 AI 生成式应用。在预设级的部分，则是有各种滤镜可以套用，也可以额外付费购买其他创作者制作的预设级或 LUT 档，种类与风格都非常丰富，很适合想要节省出图时间的人来使用。而到了编辑栏位，就是各位熟悉的修图操作区域，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调整选项。我会在基本功能的类别中先调整整体曝光，将亮部稍微压低一点，并减少暗部的细节。接下来是将色温往黄光去做偏移，色调只是稍微增加一点绿色。另外将结构的数值稍微降低一点，去除数位相机的锐利感。在 HSL 的部分，则是将红色到黄色的饱和度提高，同时将绿色与青色的饱和度压低，
最后是将青色与蓝色的色相往左偏移。详细信息这个选项是我认为模仿底片质感的关键，它可以根据画面中细节的区块去选择增强或减弱，借由削弱大细节与中细节，可以很好的重建底片那种柔软甚至带点梦幻的视觉效果。最后可以适当加一点晕影，营造复古的风格。在风景这个类别中，有许多深层式的选项，在这里我会选择黄金时间这个选项，强化 Solaris 温暖明媚的特色。光深度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功能，它会根据画面中的物体去判断实际结构，让你就像在舞台上重新打一盏灯去调整光照效果一样。例如这张照片，我想要更强调夕阳落在屋顶上的感受，可以选择将光拉到对应的地方，同时再带一点暖色。在创意这个类别，雾面效果可以增添一点过期底片低反差的褪色质感。最后只是一定要有的胶片颗粒，我选择的数值是中等数量，偏小的颗粒与最高的粗糙度。除了上述的工具栏位之外，你也可以在画面右手边的编辑栏位找到目前为止所有调整过的数值，并且可以重新调整数值，单独预览效果或是关闭。这种可以反复堆叠与回头修改的编辑逻辑是 Lumina Neo 独特的地方，这代表你可以重复堆叠不同的数值，去做到更细致的微调与变化。例如我可以再叠一层胶片颗粒的效果，借由不同大小的颗粒更生动地模拟真实底片的质感。用软体后制出来的色调，虽然没办法跟真实底片的成果相提并论，但我个人认为大概有达到 80% 左右的期待。尤其在亮部的过渡与颗粒感，确实让我有仿佛在拍摄底片的感受。不同于柯达或富士那种精致、赏心悦目的色调， Solaris 最吸引我的是它带着一点粗糙的野性，能够点出画面中的故事感。我知道有一群人并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特地将照片的画质变差，硬修成底片的样子。但摄影作为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艺术形式，它所承担的任务早已跳脱真实记录的范畴，更多的是往个人创作、情感抒发的方向发展。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风格化自然也成为创作的一部分。尤其是像 Solaris 这种已经绝版的底片，以后制的方式重现它的色调，是目前最实际的选项。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我认为 Lumina Neo 最大的优点是它将许多复杂的修图流程转化成更直觉的操作方式。即使你对曲线或色彩分级没有太深入的理解，也能透过清楚的功能分类，快速得到具有一定完成度的成果。对于没有大量商业修图需求，只是想替旅游、街拍或日常照片建立个人风格的使用者而言， Lumina Neo 的学习门槛确实比许多专业软体来得低。不过，它现阶段也存在一些缺点。我目前感到最困扰的地方，就是照片处理的速度比较慢，同时预览画面在缩放时的表现，以及照片在实际输出之间存在一点差异。希望这一点官方能在后续更新中持续改善。
在这次复刻 Solaris 的过程中，我最享受的并不是完全重现底片感，而是重新拆解自己喜欢一款底片的原因。数位模拟或许无法真正复制底片，但它可以保存我们对一种影像风格的理解，甚至让那些已经消失的媒材能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对 Lumina Neo 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点击下方说明栏中的链接前往购买。我是 Eason，我们下次再见，拜拜。